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几台机器真实存在的，插着电，风扇嗡嗡响的铁盒子，如果它们今天停止运转，哪怕只是被拔掉插头，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你所熟知的整个现代文明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一天之内彻底瘫痪。这不是好莱坞剧本，这是咱们互联网架构里最深处，也是最不愿被提及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你也曾担心过断网会对自己生活造成毁灭性影响，或者你对这个世界的底层运行逻辑充满好奇，今天这期内容建议你一定要静下心看完。内容可能有点硬核，但绝对能让你对这个世界产生全新的认知。咱们先点个赞，给咱们脆弱的互联网加个 buff。现在倒计时开始，我们要寻找的这台机器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电脑，而是一个被称为根域名服务器的东西，业内管它叫 root server。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互联网的总接线员。想象一下，你现在想给女朋友发个消息，你打开微信，点击发送，你的手机并不知道微信服务器在哪儿，它只知道一个域名。就像你想去一个朋友家，但你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家住在哪个区、哪条街、几号楼。这时候你的手机就得去问接线员，嘿，微信在哪儿？如果这个总接线员罢工了，会发生什么？在机器停止运转的前1小时，你可能感觉不到太大的异常，因为你的手机、电脑和本地运营商都有一定的缓存记忆。你经常访问的网站，他们还记得路，但很快，由于互联网的动态性，这些记忆会过期。到了第4小时，第一波混乱开始了。你发现新发的邮件发不出去了，因为邮件服务器找不到对方的地址。你打开外卖软件，发现地图加载不出来，因为地图服务的域名解析失败了。这时候，恐慌开始在社交媒体蔓延，但很快，社交媒体本身也会因为承载不住这种解析失败的洪流而陷入崩溃。我们要追问的真相是，互联网在设计之初是为了分布式和去中心化，但现实是，为了让全球几十亿设备能整齐划一地沟通，我们不得不建立了一个中心化的账本。在这个账本的最顶端，全世界只有13个主节点，你没听错，支撑全球几十亿网民的根服务器节点，逻辑上只有13个，分别用字母 A 到 M 来编号。虽然现在通过各种镜像技术，全球分布了成百上千台服务器，但那13个逻辑节点依然是皇冠上的明珠，其中大部分就在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大佬一直在强调网络主权和跟镜像服务器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技术之争，这是真正的生存权。如果这台机器，或者说这13个逻辑节点的管理权出了问题，那么在第12小时，全球金融系统会率先崩盘。大家想想看，现在的银行转账、跨境汇款、股市交易，哪一个不是跑在光纤上的数据？当银行的内部网络因为找不到彼此的节点而断开，你的银行卡会变成一张废塑料， ATM 机吐不出钱，刷卡机报错。如果你在超市，你发现你根本没法支付，这已经不是没法刷短视频的问题了，这是你能不能买到面包活下去的问题。这时候你可能会说，我有卫星通信，我有 SpaceX 的星链。兄弟，星链也是要连接地面站的，地面站依然要通过域名系统来定位服务。在跟服务器瘫痪面前，众生平等。讲到这儿，我得分享一个我圈内朋友的真实故事。他是一家顶级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架构师。有一次，他们机房因为电力波动，导致一小部分路由表丢失，仅仅是几分钟的局部波动，就让半个城市的移动支付停摆。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建的所有繁华，其实都跑在几行没人敢改的古老代码和几个从不关机的机房里。我们不是拥有互联网，我们只是在租用互联网。这种脆弱性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深度逻辑，单点故障。为什么这么关键的设备不能完全去中心化？因为需要一致性。如果全世界的根服务器给出的答案不一样，互联网就会分裂成无数个互不相通的小局域网。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终极裁判。为了保护这个终极裁判，人类设计了一套极度科幻，甚至带点宗教色彩的方案。这就是著名的密钥管理仪式。如果你觉得互联网就是一堆冰冷的服务器，那你真的想简单了。为了防止跟服务器被黑客恶意篡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设计了一个仪式，全世界选出了14个人，他们被称为持钥人 Crypto Officers。 他们手里拿着物理钥匙，分别存放在全球2个绝密的安全机房里。每隔几个月，这些人就要聚在一起，像特工电影一样，经过多重生物识别、虹膜扫描，进入一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房间，举行一次跟签名密钥更新仪式。只有他们到场，才能开启那个代表互联网最高权威的签名模块。
这种物理隔离加真人背书的方式，是人类为了保住互联网最后一道防线所能想到的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办法。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种事离你太远了？不，它对你的影响是刻在骨子里的。在机器停转的第24小时，真正的至暗时刻降临。由于全球 BGP 边界网关协议大规模震荡，所有的路由器都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电力网、水务系统、空中交通管制，这些高度依赖同步网络时钟和远程指令的工业基础设施将面临大规模停机。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的智能门锁需要联网验证，你可能连门都进不去。如果你正在医院手术，而手术所需的云端病历或辅助设备断开了连接，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仅是断网，这是社会停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今天做这一期视频，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互联网像空气和水一样存在，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去维护那种数字韧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面对这种极端的，虽然概率极低但影响极大的风险，我们能做些什么？第一，是适度的冗余。在数字支付横行的时代，你的抽屉里永远应该放一点现金。这不仅是应对断网，更是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底气。第二，是纸质化备份，重要的联系方式、身份证明、房产证明。虽然云端很方便，但一份实体的备份，在关键时刻就是你的救命稻草。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是我们要理解互联网的本质，它是一项脆弱的技术资产，而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对互联网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一定要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不是在贩卖焦虑，这是在建立风险意识。这种干货知识平时很难刷到，建议你收藏起来。万一哪天真遇到网络波动，回想一下我说的，你至少能比别人冷静得多。其实，关于根服务器还有一个更深、更敏感的内幕，你们知道吗？虽然主根在美国，但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在布局一套完全不同的平行系统，这就是所谓的雪人计划以及各自的独立 DNS 系统。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如果那台机器的开关握在别人手里，哪怕对方不关机，只要在数据上给你做点手脚，你的整个数字国土就会瞬间沦陷。刚才咱们聊到了那13个逻辑根服务器以及那神秘的14个持钥人，但这仅仅是逻辑层面的心脏。如果说根服务器是互联网的大脑，那遍布全球深海的海底光缆就是互联网的血管。兄弟们，咱们得聊点更扎心的真相。很多人以为互联网是靠卫星传的，其实那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全球99%的跨国数据传输，全部靠的是铺设在深海海底，像头发丝一样细的光导纤维。想象一下，如果那台掌控全局的逻辑机器停止运转是脑死亡，那如果有人切断了海底的光缆，那就是失血过多。我曾经去过一次东部沿海的一个海缆登陆站，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根碗口粗的电缆从沙滩延伸进深海。工作人员告诉我，别看它在岸上这么粗，其实里面真正的光纤核心极其脆弱，外面的多层铠甲是为了防止鲨鱼啃咬和船只毛害。但是如果这台机器，也就是管理全球路由分配的 BGP 协议系统出了故障，这些昂贵的光缆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这不仅仅是技术故障，这背后是赤裸裸的生存博弈。咱们得聊聊那个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雪人计划 Yeti DNS Project。 长期以来，根服务器的控制权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机构手里。虽然大家嘴上都说这是为了科学和技术，但谁心里都清楚，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这就是一个核开关。比如，如果某一天根服务器里关于 CN 或者 COM 的解析记录被恶意抹除，那这个国家在互联网版图上就彻底物理消失了。你发不出信息，接收不到反馈，就像被关进了一个密闭的黑匣子。于是，在2015年，由中国领衔，联合日本、美国等国的专家启动了雪人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逻辑非常硬核，我们要打破只有13个根服务器节点的物理限制。通过引入 IPv6 技术，我们在全球架设了更多的根服务器镜像。中国不仅拿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掌握了制定规则的话语权。这一点太重要了，兄弟们，这值得你现在就点个赞，因为这标志着我们正在从租用互联网变成共建互联网。这种防御性的科技布局，其实就是为了预防我标题里说的那种24小时瘫痪的极端情况。如果主根断了，我们自己的镜像根，我们自己的递归服务器依然能保证国内的网络像往常一样运转，这就是所谓的网络韧性。但是别高兴得太早，即使我们有了备用的大脑，如果全球的协议不再互通，我们依然会面临一个数字孤岛的困境。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二个内部洞察。互联网正在经历碎裂化 Splinternet。 以前我们觉得互联网是全球一张网，
但现在因为各种合规、安全和地缘因素，这张网正在产生一道道深深的裂痕。如果你经常出差或者做跨境贸易，你会明显感觉到这种趋势。我认识一个做跨境电商的粉丝，他跟我聊过他的焦虑。他说，他最怕的不是平台罚款，而是某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他位于海外的服务器和国内的后台连不上了。这种连不上不是断网，而是路由表里找不到路了。这种逻辑上的消失比物理断网更让人绝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该去修哪儿。所以这台机器如果停转，受影响最深的其实是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化的精英和企业。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关键的也是最实用的部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具体该如何保全你的数字资产和生活秩序？这一段建议你拿笔记下来，或者转发到你的家庭群里。首先，我们要明白，你的数字财富本质上是服务器上的一行代码。如果互联网瘫痪超过24小时，大部分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在线文档，甚至你的微信聊天记录都会暂时变得不可触及。我给出的第一条攻略是冷备份你的社交关系，这听起来很土，对吧？但我建议你，最亲密的家人、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一定要有一本纸质的通讯录。别笑，当你的手机变成一块只能看时间的砖头时，这个小本子就是你连接世界的唯一天线。第二条攻略，掌握离线地图和基础生存技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导航连菜市场都找不到，我建议你在手机里下载一个离线地图包，不需要太大，覆盖你生活的城市就行。同时学会使用传统的指南针。如果网络瘫痪， GPS 虽然还能工作，但所有的地图加载不出来，导航软件依然是废的。第三条攻略，分散你的资产存储，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数字账户里。虽然大银行有极强的灾备能力，但在全球网络瘫痪的极端24小时内，取现和支付会成为巨大的难题。保持一定比例的实物资产或现金，是任何时代都不过时的避险逻辑。讲到这里，我看到评论区肯定有人会说，博主，你是不是在危言耸听？现在的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可能说瘫痪就瘫痪？兄弟，我给你讲个真实的黑天鹅事件。2021年 Facebook 现在的 Meta 曾经发生过一次长达6小时的全球大宕机，原因竟然只是一个工程师在进行例行维护时错误地发出了一条指令，导致 Facebook 的所有骨干路由撤回了他们的 BGP 声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 Facebook 的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自杀了，全世界都找不到它，甚至连他们员工自己刷工卡进公司修理机房都进不去，因为工卡系统也联网。那仅仅是6小时，仅仅是一家公司。如果是全球跟服务器层面的故障呢？那个混乱程度会呈几何倍数增加。所以我们要敬畏技术，但更要洞察技术的软肋。这台机器虽然精密，但它是由人维护的，由人设计的，也就必然带有人的局限性。我们现在享受的便捷，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脆弱的平衡之上。如果你觉得今天聊的这些海底光缆、BGP 协议、雪人计划对你来说太遥远，那我想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晚上12点，全球网络准时断开，明天早上醒来，你第一件事会去做什么？是去银行排队，是去寻找失联的亲人，还是坐在窗边看着这个突然安静下来的世界发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我想看看，在这个被代码包围的世界里，大家的生存本能还剩多少？接下来的内容我会深入拆解一个更细分但也更致命的领域，那就是卫星互联网到底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最后救命稻草？埃隆·马斯克的星链在面对跟服务器瘫痪时，到底是神话还是谎言？这部分的内幕非常复杂，涉及到了低轨卫星的通信协议和地面基站的博弈。如果你想看这部分的深度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整个数字国土就会瞬间沦陷。